衣服拉链坏了，别花钱修，只需要一根吸管轻松搞定。方法简单，一学就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衣服拉链头常常像这样呢会坏掉，非常烦人。就算可以勉强拉起来，还是非常容易散开。秋冬的衣服本来就厚，活动两下，穿一穿的就炸开了，但是却又舍不得扔。这时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拿去裁缝店找师傅修一下。老师傅说要换一根拉链，张扣呢就要几十上百块，还得根据衣服材质、拉链材质进行替换。贵的衣服一般的拉链还不一定匹配，那样既费时还费钱。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，轻松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我们需要一根吸管，相信每个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几根吸管。在外面买奶茶、买饮料的时候都会有一根吸管。今天要用的，不管是喝牛奶的吸管还是喝饮料的吸管都可以，不过颜色最好和拉链一致哦。今天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，拉链是黑色的，我特意选了一个颜色不一样的。我们需要用剪刀将吸管剪下来一小截，然后把它从中间剪开。剪开之后呢，我们将吸管展开，然后给它横向对折，把折痕多按压几下，让它变扁平。现在我们再来对比拉链头，把多余的部分对比一下，然后剪掉多余的部分。修饰好，待会儿操作起来会更方便，也更美观。接着我们在吸管的中间打上一点热熔胶，然后我们把折好的吸管粘上去，再给它轻轻按压定型一下，最好用钳子来夹住定型。热熔胶还是有点烫手的，记住工具会更安全一些，而且钳子的力量呢也更大，可以定型的更好。打胶水的时候呢要打薄一点，只要能起到凝固作用就可以，太厚了拉链拉不上去哦。这是我自己实验几次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，所以呢不希望大家重蹈覆辙。大家只要记住我说的就行，保证你一次就成功。胶水的话，使用胶水有热熔胶和氯碘胶，没有热熔胶可以找氯碘胶，它也具有较好的粘接强度和柔韧性，适用于多种材质。502胶水是粘不住的，大家不要白白买。拉链的材质通常是金属或塑料，表面呢较为光滑。502胶水在这种表面的附着力较弱，粘不住，粘手倒是很厉害。定型后，我们多用夹子夹一夹卡槽轨道的这个地方，用钳子夹薄一点，这样自己拉拉链时就和原装的一样轻松。好了，我们再用剪刀将多余的边呢给它修剪掉，这样会更美观。如果我们刚才用的是和衣服原装的一个颜色，黑色，那么就更美观了。修复好是看不出任何破绽的哦。修剪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来拉一下试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拉链已经和新的一样好用了，而且一点也没有影响美观哦。非常好用，修复工作非常成功，使得原本存在问题的拉链恢复到了如同全新时的良好使用状态。本来认为要达到修复好的拉链和新的一样好用并非易事，需要专业的修复技术、合适的工具以及高质量的修复材料。只有在这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，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理想的修复效果。可是实际操作下来，似乎没有那么困难哦。如果您也有同样心爱的衣服，恰巧拉链头坏了，那么就试试这个方法吧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
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拉链，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物件，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。它的发明和改进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还见证了工业革命的进步和人类对于便捷生活的追求。拉链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，当时人们对于衣服和物品的闭合方式主要还是纽扣、系带等传统的方式，但这些方法存在着诸多不便。1896年，美国工程师威特科姆·贾德森为了减轻妻子钉纽扣的辛苦，发明了滑动绑紧器，还可以被视为拉链的雏形。贾德森的发明并没有立即流行起来，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技术不够成熟，拉链的质量不稳定，容易出现故障。然而，贾德森并没有放弃，他继续改进拉链的设计和生产工艺，使得更加可靠和实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拉链的质量逐渐提高，人们也开始逐渐接受并喜爱上了这种新鲜的闭合方式。如今，拉链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广泛应用于服装、箱包、鞋子等各种领域。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，如服饰制造业、箱包业等。拉链的发明和改进无疑是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发明之一，它见证了人类对于便捷、高效生活的追求和向往。拉链的故事是关于创新、坚持和进步的故事。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也展现了人们对于更好生活的不断追求。以下是一些保养拉链、延长使用寿命的方法。一、清洁方面，定期清理拉链。如果拉链上有灰尘、碎屑等脏东西，会影响拉链的正常开合，可以用软毛刷轻轻刷去拉链表面的灰尘，尤其是链牙部分。二、当拉链接触到有腐蚀性的物质，如海水、木屑清洁剂等，要尽快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然后擦干，避免链牙和拉链头被腐蚀。三、使用方面，拉拉链时要尽量保持拉头沿着链牙平稳的拉动，避免用力过猛或者斜向拉扯，特别是在拉合背包、行李箱等比较厚重物品的拉链时更要注意。四、当遇到拉链拉不动的情况，不要强行拉扯，可以先检查一下是否有异物卡住链牙，如果有，小心地将异物清除，也可以用蜡烛或者是肥皂在链牙上来回擦拭，起到润滑作用后再尝试拉动。